Bonjour à tous, je suis le docteur Loulou, le docteur de l'amour, le docteur du cœur。Hello， 请问你是露露医生？露露医生？对，最专业的恋爱医生。什么东西？我要天堂医生啦！露露医生比天堂医生还厉害。那你可以壁咚我吗？当然。我专门讨论恋爱的话题。我有很多经验，已经跟1000多女生约会过。你说什么？那我们开始之前，露露医生需要你们支持他的频道，按赞、分享、留言。我听说你跟你的男朋友路易在一个约会 app 认识的，对吗？你不就是让路易吗？我不是啊，我是露露医生。我觉得用 dating app 在台湾还是有一点点害羞的话题，尤其是女生，可能在用 dating app 的时候常常会没有安全感。以前用 dating app 只有跟2个人出去，2个都是让路易嘛？一个是让路易，怎么可能？我以为你只有认识让路易，不是吗？其实，在我的国家法国，很多年轻人会用这种约会 APP， 我们都会跟朋友一起讨论我们用 dating app 的事情。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：男生会喜欢怎么样的女生呢？这个问题是 très important， 你真的问对人了。哦，因为 APP 第一眼就是看照片，所以很重要。女生注意听，男生滑 app 的时候最讨厌看到这3种照片，用胶卷滤镜，不行。你看得出来吗？我也有很多体验。什么体验呢？当然，因为我是医生，我有很多经验。我发现你们会用很多非常强的滤镜，但是那种会改变你的脸的颜色的滤镜，比较甜的，然后你的眼睛会变比较大。要这样吗？对我们男生真的不行，我们想知道，你真的长什么样？我们真的会认识谁？我想发问。老师有这种经验吗？就是你看到一个超漂亮的女生，结果你出去，我当然有这种的体验，所以你有很多被骗的经验。我有被骗的。我2年前有一次在台北跟一个女生一起约会，她的照片就看起来非常漂亮。露露医生是菜，露露医生的菜是什么菜？不是蔬菜。然后见到他的时候，我真的傻眼。你有转身就走吗？没有啊，是跟他去看电影。Oh my god！ 然后电影以后跟他说我要回我的医院，再见。第2个不能说的，照片里面有5、6个人，我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。可能你会喜欢右边的女生，结果他是左边的。第3个我最受不了的，这么多受不了是什么？有一些台湾女生，她们就露出半边脸。我举手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右边的脸会比较漂亮啊，有时候左边的脸会比较漂亮。所以呢，你去约会的时候怎么样？你好哦，这样不行。当然，还有因为在约会 APP， 男生和女生都需要一个安全的感觉。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另外一个人的样子怎么样，怎么可以相信不是一个骗人？那为了我的 research， 我想知道女生最喜欢什么样的男生。如果是看照片的话，我觉得我讨厌那种只露身材的男生。就是如果男生跟宠物一起，跟狗狗一起的话，会很可爱，就会觉得他好像很喜欢狗。我有发现，如果你在照片里面弹吉他，也会吸引不少女生。吉他真的会很加分诶，会觉得他是那种才艺男。除了照片以外啊，通常还会有一段就是描述自己的话。我觉得那一段也蛮重要的。像我就觉得让路易写的还不错。让路易的应该是非常好的吧？他的那个描述上面写说 ，Because I am a French, so I'm pretty good at French kiss. I will let you try and put a wink emoji. 当我看到那个描述的时候，我想说，这个男生不得了啊，一定很花心。真的。所以我觉得那个自我介绍如果写的比较可爱或有趣一点，也会蛮吸引我的目光的。所以如果你写好笑一点的，就会比较吸引女生。但是很重要，也是跟大家介绍你很喜欢做什么，你很喜欢去哪里，你喜欢什么运动。所以男生会喜欢看到什么啊？让路易跟我说，路易跟你说什么？来看 Ada 的 profile 就看到他写的在东京工作，所以他觉得那时候很容易开始跟 Ada 讲话，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话题。然后我也发现很多女生不喜欢也不敢先转讯息，但是我自己很喜欢先转讯息给我的人。
哎，我从来没有主动传讯息给男生呢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非常喜欢这个男生，你可以先跟他打招呼。不行，他会知道。女生你就是要摆一点高姿态。You are queen，OK？在 app 的话，大部分是男生会先转讯息。如果他们收到一个女生的讯息，我会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喜欢他，你真的会 score 1000 point。我发现有时候有些女生她们会先转讯息，让你非常开心，让你觉得哇，她非常喜欢我，应该也有很多事情要跟我一起讨论。谁非常喜欢你呀？我不是朗路易，好不好？但是呢，说你好以后，我都会用一个字回答 yes。这时候就两种情况，第一种是他英文不好，第二种是他根本对你没兴趣，好不好？所以为什么他会先转讯息？他无聊啊。可是我要说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挑剔，但是我那时候竟然愿意跟你出去，不是我。哦，是让路易，对不起。那你觉得让路易他约女生出来的秘诀是什么？男生千万注意，我不会聊天的开头就约女生要出去，我会在聊天中找到彼此共同的兴趣。在聊天中，如果发现他喜欢跟我一样的东西，我会跟他说我们改天可以一起去。如果他说对啊，我们可以下次一起去，这样你可以知道，如果你们有持续聊天，就可以自然的约他。什么叫自然的约他？自然是最重要的部分，你们不可以，比方说用太多 emoji， 或那个星星，还是那个金星星的人。哦，对，那个有点太 over 了，我也不喜欢。对，因为女生会知道，你只有一个希望，就是跟他一起回家，不是跟他出去玩，是跟他进去玩。玩啦，然后你问他一起约会的时候，不要说你今天想去喝咖啡吗？你今天想去一起吃晚饭吗？这样是没有什么特别，大家都会做一样。比方说 Ada 很喜欢香槟，可能在你的城市有一个新的酒吧，有很多香槟，那你可以跟他说啊，我刚刚听说有一个新的酒吧，你一定会很喜欢。哦，这样我会觉得你有想到我，我会觉得蛮贴心的。你有想到做什么事会让我开心。那如果就是我们已经开始聊天，那我想要知道怎么样才可以避免渣男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啊，就是用 dating app 可能就是希望可以找到好的另外一半。可是这个世界太多混账。那有一种男生是非常容易得到的哦，因为他们会直接跟你说，对，你可以 DTF 吗 ？Down to 这可以播吗？对，有一些男生会直接说，可是如果没有直接说的男生，我们要怎么知道他是不是渣男？不是那么直接，但是可能会说你现在穿什么衣服？哦，这好恶心哦！这个有一天，然后你刚刚说你不喜欢男生会拍自己没有 T 恤的照片，对吗？他们也有可能是渣男，因为他们只要给大家看他们的身体，然后他们也可能想看你的身体，然后你会看得出来，他们也会常常用那个亲亲 emoji。有一个女生朋友跟我说，她发现有一些男生他们常常用那个 monkey， 他超可爱的。你真的被骗了。如果一个男生跟你用这个，他想给你看一个可爱的样子，让你觉得很安全，让你觉得他不是坏人，他有一点害羞的感觉。对，不要被骗。而且我觉得我更挑剔，如果男生赞美我，他说哇 Ada 你好漂亮，这种我就会划过。我说好没有内涵哦，我就不喜欢这种。对，我发现有很多女生也不喜欢，如果男生的第一个讯息就是跟他说啊你非常漂亮，就是一直讲你的外表，你就会知道他只要你的身体，他不要知道你是谁。像我自己就是收到非常多讯息的人，不要告诉让路易哦。可是让路易他第一次传讯息给我的时候，他完全没有称赞我，他就是跟我说哦我今天上课好无聊，然后我就想说天哪，这个男生竟然没有称赞我，他真的不错，我觉得。对，然后我就跟他出去了。然后你跟他在一起2年，找到这么好的男生。那最后我们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台湾和法国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遇到最不一样的事情是什么？谁应该要付钱？女生。对我来讲啊，我觉得谁付钱都不重要。可是通常我遇到的男生都是会付钱的。那请问让路易呢？他是我遇到唯一一个男生，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没有
付钱。陆医生，我想要请问你，我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第一次约会没有付钱？他说，因为你第一次约会你就给我点了一个意大利面。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已经讨论你们要去喝一杯，但没想到你也会要吃晚饭。可是让陆毅知道我还没吃晚餐你知道为什么让陆毅没有跟我付钱吗？他跟我说，因为他那个礼拜有太多约会，所以在遇到我之前呢，他花了很多钱了。哦，那真的很坏，很坏，对不对？在法国现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，不是一定是男生要付钱的，有很多女生朋友他们跟我说，他们也喜欢付2个人的钱，然后他们会说下次你付钱，这样你们可以有第2个约会。男生会喜欢哪一个？我相信，如果有一个女生要付钱的，我觉得可以，会很开心啊。像我那时候已经在工作了，所以我的 budget 本来就会比较高。可是像陆毅他就是学生啊，所以那时候他的预算可能就没有那么高。对，那时候的不能付意大利面。好可怜，天哪！他现在可以买得起意大利面，他现在买得起，太好了，拍掌声。那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建议，如果你想避免这件事情，你可以用 WeTouch， 这是一个 dating app。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是什么？就是那个 Find Dates。你可以说你找高雄人、屏东人、台南人、外星人，你可以选3个。外星人，好像还没。然后你会看得到在哪些城市谁想约会，然后你可以看他们的 profile， 他们几岁，他们也会说他们想什么样的约会，吃小吃、去 KTV、拍照、爬山，这样我觉得也非常好，因为有时候男生我们不知道我们要带女生去哪里，他们也会说谁要付钱。真的假的啊？我想看，我想看。所以你们一起去约会不会尴尬，他们会说 your treat，your treat，share the bill， 你看 share the bill。但是在台湾，大部分是男生的 treat。Your treat， 而且它还有那个价格那个价格对，你跟郎路第一次去约会，你们去高级的酒吧，没办法负担我的钱。但在这个 app 上面，你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预算。其实我觉得这样的功能是蛮现实，也是蛮直接的啦，可以稍微了解说这个女生跟你的金钱观、价值观是不是符合。有人想要玩 Switch， 我觉得这个路易玩 Switch 哦，好吧，还蛮漂亮的呢。我觉得露露医生可以去玩 Switch 吧，露露医生啊。那今天的恋爱诊疗室结束，耶！如果你们有另外的问题想问露露医生，欢迎给我留言哦。我有问题，可以逼懂我吗，露露医生？好啦，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的新单元露露诊疗室。Le docteur du cœur。那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，别忘了给我一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Salut！